库尔斯克失守的根本原因就是俄军失败的兵役制度。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并取得进展，着实给火力军惊了一下。不过相比较这个结果，火力军更好奇为什么乌军可以如此顺利地攻入俄本土，俄军对此却毫无办法。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原因是俄军在本土的兵力不足，也有人认为俄军出现了战略误判。不过让火力军来说，以上这些回答都太过片面，俄军失败的兵役制度才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俄军的兵役制度是如何导致库尔斯克失守的。8月初，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并一路向前推进。当前的乌俄战报已经变成了乌军在过去的24小时内又取得了几公里的进展，抓了多少个俄军俘虏，甚至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正在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举行公投，并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俄军的主力都投入了乌俄战场，库尔斯克的边防部队战力较弱，并且严重缺乏重型装备。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俄军战略误判，俄罗斯认为乌军的兵力已经被大幅削减，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越境攻击，库尔斯克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诚然，乌军进攻库尔斯克，俄军反应迟钝，战力拉胯都是事实，但俄军的兵役制度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俄军兵役制度的问题其实早就凸显出来了。2023年的瓦格纳兵变，一天之内横跨1200公里，从罗斯托夫穿过3个州，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之前，自由俄罗斯军团进入库尔斯克宛如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更别说全套北约装备的乌克兰正规军。那么俄军的兵役制度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乌军进攻库尔斯克时，驻守边疆的俄军几乎都是义务兵，无论是训练水平还是战斗经验都不如合同兵。而俄罗斯兵役制度失败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俄罗斯兵役法规定，18到27岁的男性，除非有特殊原因，必须服役1年。俄罗斯每年都会进行2次征兵，也就是春季征兵与秋季征兵。如果逃避兵役，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多可以关2年的小黑屋。对于那些无意从军的人来讲，兵役期比较短，的确算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于军队而言，服役时间短，也就意味着士兵的素质参差不齐，训练仓促且战地较弱。对于那些技术兵种而言，问题就更大了。1年的时间太短，可能连基本训练都来不及完成。所以北约国家大多都是合同制，服役的年限至少要超出基本训练时间。不过也正因服役时间短，俄罗斯的义务兵主要以轻步兵为主，并且只负责保家卫国，不负责出境作战，负责对外作战的军种则是合同兵。俄罗斯的合同兵则是与军方签约后自愿入伍的士兵，属于职业军人。合同兵在签订合同时可以选择自己的服役期限，一般1签4年，可以续签，年龄要求在18到60岁。相比之下，合同兵比义务兵的要求更高，必须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薪酬和福利待遇也比义务兵更好，收入是俄罗斯国内平均收入的3倍。其次，作为职业军人，合同兵的服役时间更长，战力自然也就相对较高。当前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士兵大多都是合同兵，义务兵在服役满1年后也可转入合同兵，或者是与瓦格纳那样的雇佣军组织签约，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另外，俄罗斯还有庞大的预备役制度，这部分士兵是在完成义务兵役与合同兵役后转入预备役，平常不用到部队服役，但是会不定期接受一些军事训练，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回到现役部队，迅速形成战力。除了上述的常规兵役制度之外，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还搞了一手骚操作，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可以通过服役来抵消刑期，当然前提是能在战场上活下去。俄罗斯的兵役制度总体上都是从苏联沿袭过来的，与之一起沿袭的还包括大量的弊端，这也是俄罗斯兵役制度的问题所在。首先就是服役的问题，虽然俄罗斯明确要求适龄男性必须参军，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是否服役主要取决于是否有钱。俄罗斯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贿赂招兵负责人或者医生来逃避兵役，而且这种操作在俄罗斯是公开的，已经明码标价了。在2007年的费用差不多在5000到1万美元。说白了，有钱你就能试着逃兵役，没钱就乖乖去当兵。2007年的时候，俄罗斯空军曾发布过一个报告，
在每年征召的11000名士兵中，有30%的人精神不稳定，10%的人酗酒，还有15%的人有疾病或营养不良。身体不好就算了，这些义务性的待遇也不行。在服役期间，俄军老兵欺负新兵更是家常便饭。当然，对于俄军而言，有一颗老鼠屎还能接受，毕竟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偌大的兵营里出现几个小混子不可避免，怕的是连做饭的人都是老鼠。俄军高层的不作为，或者说同流合污，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比如义务兵的收入不仅低，还要被长官克扣，甚至连俄军士兵寄回家的包囊都要拆开看两眼。此外，在苏联时期，部队还有一个传统，军官可以把士兵租借出去干活，比如盖房子、修路，士兵属于义务劳动，而军官则会收到一笔钱。俄军自然也延续了这一点。2007年的时候 CNN 报道，圣彼得堡的俄军军官还经常挑选一些士兵为俄罗斯富豪提供一些特殊服务。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火力军举的例子都是2007年，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那是因为俄罗斯在2008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军改。那么这次军改之后，俄军内部的问题有没有得到缓解呢？就火力军而言，俄罗斯2008年军改之后，义务兵的战力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否则当前的乌俄战线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由于乌俄前线吃紧，从去年开始，俄军就开始安排义务兵前往前线。除了微薄的收入与一些完全没必要的培训之外，这些义务兵配备的武器也很少，并缺乏必要的医疗物资。而目前在库尔斯克与乌军作战的，大部分都是义务兵和临时抽调的预备役老兵，战斗意志薄弱，严重缺乏重型装备。另外还有一部分由俄罗斯官员和权贵亲属组成的部队，枪声一响就放白旗。归根结底，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兵役制度。至于俄军内部的腐败问题，相对来说好了一点，毕竟人少了，相对更好管理。但是高层的问题依旧如此，并且由于这次军改，俄罗斯部队的战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可以说，兵役制度惹祸的背后，还有俄军失败的军改。俄罗斯2008年军改之后，腐败问题依旧存在，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乌俄战场。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东福。2022年的时候，俄军东福在仓库里不翼而飞，这些东西在账面上是有记录的，却看不到实物。在战场之外，甚至还出现了动员兵贷款当炮灰的情况。这种在小说里才会有的情节，在俄罗斯真实上演了。军改之后，俄罗斯部队的战力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来讲，俄罗斯2008年的军改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比如原苏军203个师，以及驻守在东欧的50个永久战备师。人数太多，加上经济问题，俄罗斯在1992年就取消了陆军师级建制，军队开始小型化，并在2008年开始军改，追求量少质优。不过就军改的结果来看，量确实是少了，但质也下去了。在2008年的军改中，俄罗斯大规模裁撤了军官数量和军校规模。2008年到2011年，俄罗斯军官的人数从36.5万人压缩到14.2万人，裁撤了21多万名各级军官，其中包括14万余名准尉。俄罗斯的准尉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或者技术骨干。裁撤一部分，火力军觉得没什么，但全部裁撤就稍微有些过了。同时，俄罗斯还将军校的数量从71所被压缩到22所，并且还大规模压缩了部队的医护系统。俄罗斯军队原有医生、护士大概7000多人，在军改之后只剩下2000多人，只能应对小规模作战和冲突，无法应对大规模战争。这点在乌俄战场上也能看出来。此外，俄罗斯的军改主要是对俄罗斯境内的那些缺乏人员、装备的师进行缩编和重整，在东欧撤退的常备师反而被俄罗斯抛弃，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俄罗斯军改基本完成后，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次战备检查，结果没有一个旅被认定为处于战备状态。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俄军就在每个旅中都建立了一个常备营，后来也就变成了营级战斗群。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问题，俄罗斯还打算恢复师级编制，组建力量更强、火力更猛的兵团。只是在兵员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屡改师，难度太大，速度太慢。总的来说，就火力军而言，俄军在乌俄战场的失败以及库尔斯克的失守，主要原因就是失败的兵役制度以及失败的军改。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的兵役制度还有什么缺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